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北海道知识丹提。最近丹提准备要来开展一些北海道及日本的美食系列，影片通常不会太长，希望能在尽量简短的时间当中，带大家认识一些日本美味以及特别的料理。作为这个系列的开头，丹提就决定让北海道响当当的成吉思汗烤肉料理来打头阵了。成吉思汗汉字写作成吉思汗，没错，就是蒙古那位。但这道料理的起源其实和蒙古并没有直接的关系。虽然有蒙古帝国初代皇帝成吉思汗大帝在远征时，主要是以羊肉作为兵士们的主食一说，但蒙古羊肉主要是以炭火来烧烤，与日本流传的以专用锅烧烤的吃法差距颇大。显然，这就不是一道由蒙古流传而来的菜单了。所以，就起源来说，这还真的是一道道地的日本独创料理。其原因与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息息相关。当时羊毛作为军服的主材料之一，日本政府为了实现羊毛自给自足的目标，在北海道的札幌、颬川以及日本其他区域，总共有5个地点开设了羊场。伴随着羊毛产量提升的绵羊100万头计划，羊肉这个附加产品也就随之诞生了。羊肉会有骚味啊，这对于味道极度敏感的日本人来说，直接就拿来烧烤吃起来，显然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。要怎么处理这些羊毛的副产品呢？日本人这个吃货民族最终还是克服了心魔，发明出了这道附有专门蘸酱的羊肉料理。成吉思汗烤羊肉的精髓，除了运用出生1年未满的子羊拉姆，已经出生2年以上的羊马洞这2种羊来减少臭味、丰富油脂之外，可以说蘸酱更是这道料理的灵魂。由酱油、盐、糖、糖心子、姜、葱、蒜以及胡麻油等众多的原料调合成的蘸酱，与羊肉相辅相成，组合成了这道属于北海道的特殊风味。依据地区的不同，蘸酱与羊肉的搭配方式主要有2种，一种是札幌式传统的生羊肉，烤完之后沾上蘸酱食用。另一种是颬川式，事先用蘸酱腌好的羊肉，烤完之后就不用再酱了。不过呢，近代成吉思汗的烤肉店一般来说2种吃法都已经有提供了，选择障碍者的福音啊。另外，关于成吉思汗吃法的特殊其之2，便是这个成吉思汗铁锅了。将北海道的新鲜野菜摆放在铁锅的边缘，摆上羊肉，随着温度与热气，让羊肉的肉汁与成吉思汗蘸酱顺着沟槽流下。道地羊味的蔬菜也是成吉思汗烤肉的精华之一。顺带一提，这个铁锅也有一说是极为类似蒙古士兵的兜，因此这道料理的命名还是跟蒙古有一点点渊源，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说法。大家可以自行搜取看看图片，比较看看咯。由副产品出发到成为举国闻名的料理，甚至被日本农林水产省选进农山渔村乡土料理百选。成吉思汗烤肉可以说是意外爆红的模板。大家未来来到北海道，无论你是从来没有吃过羊，或是害怕羊骚味，单提都十分推荐来尝尝此道料理，相信你会对羊肉有一点改观。最后，单体今天来的这间牛住位于洞爷湖畔，是间较少人知道的私房小店，但它的成吉思汗烤肉完全不输给札幌名店。吃完后还有洞爷湖畔的绝景可以去油解腻，更有猪汤可以舒缓身心，相信这间店会是大家一日洞爷的好选择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今后单体也会介绍更多北海道或日本的特色料理给大家，了解自己吃的究竟是什么，不
不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吗？我是北海道，这是单体，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会员宣传时间，点选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，就能知道单体会员都在币下面帮。无论你是喜欢我拍摄的图片，或者是单纯想成为干爹，请喝咖啡，都欢迎点下眼前的按钮。放心，绝对不会爆炸，只会获得单体满满的感谢。